云雾轻绕的湘潭18罗汉山，形似罗汉，却藏着几分神秘。山畔古桥斑驳，古井通幽，老物件承载着过往，让这片近郊秘境更添耐人探寻的韵味。嗨，大家好，我是天福，祝大家福星高照。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石头山，看似平平无奇，但它却有上亿年的历史，而且呢，它是属于丹霞地貌风貌。在它的背后，还藏着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等会儿呢，我们慢慢讲给大家听。在我面前呢，是一大片的莲花。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因盛产香莲，被称为莲城，又称潭城。自南朝置县以来，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湘潭的18罗汉山去看看吧。嗨，大家好，我们边爬山边跟大家分享一路沿途的风景。我们今天要爬的这个18罗汉山，坐落在湘潭县的花石镇。大家看到我镜头前面的这些山脉，连绵不断的有17座这样的丹霞地貌的山脉，相传是有18罗汉幻化而成的山峰。那么我们现在走到了一座桥上，然后这座桥是90年前当地政府修建的。这个新的桥周边的栏杆上雕刻的有12生肖的雕刻，还有这样的莲花座，非常的精美。但是大家看到我镜头前面有一个拱形的石桥面，这座桥呢看上去历史非常的久远，现在已经废弃了。我们看一下旁边是否能够找得到文物保护碑。以前这座桥上应该是有护栏的，后面就没有再用了。我们在这个汉城桥的旁边发现了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汉城桥的历史简介。据湘潭县志，这个是汉城桥的历史，它是横跨花石水而建，过去是湘潭衡阳要道，为一跨红砂石拱桥，东西走向，高有7米，长12米，西宽5米，跨度10.7米。整座桥梁结构非常严密，虎虎雄健，拱如弯月，那属于县境最早的桥梁建筑。后来桥面遭到破坏，栏杆都没有了，仅存弧形石拱。所以当地呢，在它的旁边1935年修建了一个新的石灯2孔平板桥，便于车辆通行。又在平板桥侧加建了一座长13米、宽5米的2孔石灯拱桥，可过小型机动车辆。3桥并列，相互辉映。我们把镜头拉过去看一下，现在上面爬满了野草，完全是荒废的状态。我们从镜头上面可以看到，这边是连绵不断的几座山峰，一直到这边是总共有17座。那么为什么是18罗汉幻化成的山峰呢？其中还有最后一个罗汉，它呢没有化成这里的山脉，而是在
这个镇上的另外一个地方，化成了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这个地方叫18罗汉山，但是在我们面前的却只有17座，这是为什么呢？在这个地方有个非常流传甚远的一个传说故事。相传这个地方曾经是片湖区，当地有个水鬼在这里兴风作浪，搞得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呢，当地的土地爷就上报给玉帝，玉帝就派了18个罗汉下界降服这只水鬼。当时水鬼并不在这个地方，在另一个地方兴风作案。于是呢，18个罗汉中其中一个罗汉，也就是长腿罗汉，去我们另外一个地方去降服那个水鬼，堵住了那个水鬼的去路。然后那个水鬼就见势不妙，赶紧跑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继续兴风作浪。然后剩下的17个罗汉呢，他就化作了17座山峰，将这个水鬼给围住了，挡住了这个水鬼的去路，就将这个水鬼给制服了。但是经过了1个晚上的战斗，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天亮了，这些罗汉又不能现为原形上天庭，于是呢，他们就干脆化作这17座山峰，永远的屹立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罗汉山的美丽传说在当地流传的。好，那么我们等一下找到一个路口，我们爬到其中的一座山上去看一看上面的风景。在这个桥的旁边有一棵古樟树，这棵樟树呢长得枝繁叶茂，看上去都有几十上百年了。下面是花石水，一条河流，然后周边也是种了一大片的荷花，开得非常的鲜艳。我们在这个旁边有一个花石香莲旅游区导览图，花石香莲文化基地介绍。千年古镇，天下莲都，花石为千年古镇。西汉时期因地理位置险要，那么这里的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这个是花石镇的一些景点。我们现在沿着这条路走进来，看一下是否能登上最近的这座罗汉山。哎，发现左手边有一块介绍牌。虹口罗汉，虹口罗汉是18罗汉山海拔最高的山峰。由于山体是暗红色，岩石的自然凹陷，像席地而坐、敞开胸怀、张开大嘴的罗汉。虹口罗汉是当地的时钟，站在稻田里，太阳从崖顶射出来为9点钟，前边崖口有阳光是10点钟，下半部分有阳光是11点钟。崖上全部有阳光是12点钟，崖嘴里有阳光是下午1点钟，一直沿用至今。这是古时候没有时钟的时候，还没兴时钟的时候，当地的人就是以这个虹口罗汉的阳光照射的面积来判定每天的时间点，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我就有个问题啊，你说这个罗汉山当时人们还没有兴起时钟的时候，他们是靠这个罗汉山的阳光照射来判断时间的。你说要是有一天如果是阴天呢，或者是雨天的没有阳光的，那他们是怎么判断时间的呢？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如果是雨天和阴天的话，那没有阳光的时候，那就没法判定时间了。但是他们习惯性的大致呢，就会以这个为判断嘛。但是他们除了古时候的人的智慧，你不要小气哦。他们除了用阳光，还可以用烧香啊、点香啊来判定时间点呐。这里是虹口罗汉的入口，你看这周边设置了这个栏杆，所以它也是从崖壁上开凿出来的一条小台阶上去。这个好像是用这种树枝啊，还有水泥
呢非常的牢固、结实。这条台阶也是这个红砂石头挖凿出来的，你看越来越宽了，大概有1米的样子，上面是越走越宽。这个坡度呢也不是非常陡，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爬了有半截了，现在继续往上面攀登。从这一节开始，这个石阶就有点陡峭了，而且台阶有蛮高。这些台阶都是从山上一点点开凿下来的。你看这个绝壁上面生长的这些树，还是长得非常的茂盛哦。我们走到这个位置，一直沿着这个有护栏的方向走，应该是可以爬到这个虹口罗汉山的顶上去。我们看到下面还有人居住。这个村呢也叫罗汉村，我想应该是以这个罗汉山而命名的一个村庄。听说罗汉村有一口井，名叫斗笠岩的古井，清甜可口，水质优良。听说荒废多年的古井，后来村里集资改善了这个饮水的品质，确保了村民的饮水安全。我们等一下看下去找不找到这口古井。哇，登山还是需要一点体力的。登高望远。古时候的人呢，特别喜欢登高望远。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虹口罗汉山的最顶峰。现在镜头前的景色一览无余，眼前的万亩荷花就在我的镜头下面，一片绿油油的。这里环境也是非常的优美。你看，这17座罗汉山连绵不断的紧挨着，就是17个罗汉幻化成的山峰。亿万年前形成了丹霞地貌的山峰。你看远处的这个山上也是设置了这样的护栏，安全性还是非常不错的。花石镇，它这里有一个，还有一些神秘的传说，就是说当地啊有非常有名的特产叫花石豆腐，在湘中地区呢非常有名。它这里做豆腐呢，用地下水中天然就含有石膏成分。一般做豆腐它需要用石膏，对不对？对。但是它这边的水质呢，它自然含有石膏的成分，而且这种水呢非常适合做豆腐，但是却不适合饮用。我们走了这么久，竟然在这里发现了有个公共厕所。我们应该可以猜到，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小众的景点，来这里游玩的人肯定也是蛮多的。村里面以前并没有修公共厕所，但是游玩的人却比较多。于是呢，村里有一个善人叫胡明科，他自己出钱盖了厕所，还出钱雇人打扫卫生。在村里面一般都很少看到有公共厕所，所以真的是实属罕见。在这个
旁边我们发现这里有一口古井，叫斗笠岩古井。我们走进去看一下。这里有几个偌大的字“斗笠岩古井”。这里是当地政府做了一点保护、维护措施在这里。我们看到旁边有一个古井的介绍，这个古井为周边10里8乡的饮用水源，严禁戏水，严禁各位在这里洗手洗脚。这里原先是设置了一个这样的压水的，这是洗手池，这里，然后这里是禁止洗手抛物，保护饮用水源。这里设置了一个围栏，我们走进去看一下。这里的水啊，现在是完全荒废了，看起来是没法使用了，也就是作为一个文化景点呢，在这里供大家欣赏。我们看一下，走到这里有这个18罗汉山斗笠岩的古井的简介。这里是相传远古洪荒水怪猖狂泛滥成灾，灾过之后百姓叫苦不堪，然后殃及湘潭、昭山一带。这里所说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刚刚天福在前面汉城桥跟大家讲过的这个18罗汉山的形成的一个过程。你看，这有个革命3常军人，原来这个是军人。这个刚刚天福说的胡明科是一位军人，倾其所有他为了修这个公共厕所，几乎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和节省下来的钱、伤残、抚恤金吧。是的，所以他的品德是非常的高尚。据说这口古井里面的水呀，它里面矿物质非常丰富，尤其是石膏，所以用它这里面的水来做豆腐，它是天然的石膏添加剂，它不需要额外再加石膏就能够打成豆腐，而且打成的豆腐啊，能保存很久都不馊，就是因为这种纯天然的石膏矿物质的原因。但是这样的水呢，不能够长期饮用，长期饮用呢可能会对身体有害，因为矿物质太丰富了，太多了。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些罗汉山的山体都是红黑相间的层理结构，下雨的时候就会流出红色含铁矿的水，形成血色岩壁特殊景观。所以每当下雨的时候呢，这里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景观，非常的神奇。今天我们参观了18罗汉山，我们来到罗汉村里面，发现这里到处都是上亿年前形成的丹霞地貌风貌的岩石，而且在这个岩石的下方呢，有一大片的莲花是当地村民栽种的。我们近距离去感受一下这些莲花的样貌，欣赏一下这个荷花的美丽。你看这一朵含苞待放，看一下。我们这个是当地村民栽种的，我们只能够观赏，不能够去采摘。你看这个莲蓬，触手可得，就在这个马路边上，粒粒饱满。还有这朵荷花，看一下，它自然盛开了，整个一大片，非常的鲜艳。你看这朵荷花完全是绽开了，它的莲蓬都露出来了。今天我们参观了湘潭市18罗汉山，了解了罗汉山背后的传奇故事。在以前的农耕时代，古人能够
开凿出一条条通往山上的道路，非常的不容易。从这些传说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以前的古人对神明是一种非常崇高的敬仰，对美好自然的向往。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如此炎热的夏天，这些罗汉山上没有土壤，但这些树木依旧可以长得郁郁葱葱。可以看出啊，大自然非常的神奇奥妙。那么本期视频关于湘潭市18罗汉山的故事，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同时，祝观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如崖壁上的树木一样坚韧不拔，四季常青，步步高升，生活美满幸福。祝小朋友们茁壮成长。好啦，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